望海的案子我办错了，王宇是我逼的，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，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，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，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，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。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，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，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。我可以陪你一起去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？啊，好事全都要，碰见事就跑，你是人吗你？还有，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。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，这件事情没问题。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，我就找他去退钱，去补差价。可是，说完了，你不让退了。不但不让退，陈胜龙还威胁刘云。这种情况我怎么办？我敢说吗？我不敢，我害怕，我害怕刘云说不清楚。那是我老婆，红亮，那是我老婆呀！怎么办？我还是去找王宇，我吓唬他，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，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，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，他是被围猎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。我错了，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，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。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。我跟我妈说了，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。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，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。是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日子过得真快呀！啊，对了，你的衬衣、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、熨好了，放在那个柜子里了。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，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。还有，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，我买了蔬菜、水果。鸡蛋、牛奶都是你爱吃的，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，但你我爱你。
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儿。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？还是二手的。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，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，吃路边摊儿，压马路。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！这后来结了婚了，生了孩子，买了房，官越当越大，日子越过越好。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？任娟，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？别怕，把问题交代清楚，就会过去的。会好起来的。一定会好起来。回去吧，李姐。哎，亮子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！快，赶紧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看看你爸，你看看，快，赶紧看看。把给气成这样了！你看，你躺，你快，你回来干啥？你躺着。哎呀，你躺着，你别动，别动。摔哪儿了吗？这不是，这把那真不是个东西。你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？把我主任，你看他们说说是咋回事啊？咱洪家村这块地呀，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，原理公司啊，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那公司，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。弘毅呢，觉得补偿款给他少，他不同意啊。这前2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，他就觉得什么呢？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，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。9年呢，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，励精图治，打下了基业。600年建村，咱不跟你犟啊，不归的呀。我们邻里和睦，安居乐业，其乐融融，互帮互助。可60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儿，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。你躺着，你躺着，别动啊！慢点。今天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是不是？不要，把喇叭给我。主任，给我，这是政府的决定，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。你给我走不了，这事得唠明白。今天你要唠啥明白？我1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，我都没听懂，我都不知道啥情况。你要唠啥明白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啥政府的决定啊？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？你们家爱占便宜，当年村里分土地，你们家就比别人多3分，你们家一直如此。弘毅，咱说话讲点良心，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着，我家啥人，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？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，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啊？你说我忘了，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，现在这个老校舍啊，成你们家仓房了，堆的全是你们家东西。那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，就是那个脱骨机。
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的用过的教具啊。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，得留下来，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。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？好，大娘，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，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？你们收了多少回扣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儿，人出差来了，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，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？他是为了看老人吗？没有征地的事他能来吗？洪亮，你结婚多少年了？甭说你小舅子，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。你个臭小子，那是我们家事儿，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？你走。出泥而不染，你比污泥还脏。请问你找谁？哦，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。哦，好。王玉是吧？哎，这边请。哎，你好，你，李检。哎呀妈，这不李检吗？英雄啊！感谢你啊，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。哎呀妈，要没有你的话，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。你是找我是啥事儿啊？正式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，我叫关文博，您是万川储运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，对吧？对呀，哎，不是你们还这录像干啥呀？弄那么正式，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？都，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。哪个案子？还能哪个案子？这万海涉黑案吗？今天叫你来啊，主要是想聊一聊，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？天龙集团有啊，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？那不你妹夫吗？啊，你们挺熟啊？算是吧，这做生意嘛，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。再说了，在咱东平，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检这关系的，那在咱东平咋混呢？是不是？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。啊，什么来往情况？不就做生意吗？他来谈我来卖，怎么这还犯事儿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哎呀，那挺多年了，3年了。那个时候3年前啊，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？他不找正主，为什么找你啊？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，我不熟吗？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？钱合适不就行？哎，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？不是，你啥意思呀？我帮你捋捋吧。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，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，没错吧？出庭作证的也是你，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。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，事实俱在。
这儿是检察院，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？我们已经非常清楚，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，系统里有人帮你，中间有人牵线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所以王玉叫你来，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。这是个机会，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，你要等我们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，明白？明白啥呀？你们想干啥呀？啊，跟咱录个像，干啥呀？翻案呐？哎，我是举报人，我举报这黑社会了，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？反咬我一口啊？咬谁呢？我说李检，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？有证据吗？有证据，你就留我在这儿。王玉，没证据我走了啊！这是在检察院，注意你的态度。你检察院咋的？你检察院怎么的？是不是得有证据说话？你有吗？拜拜，能走不？王玉，拜拜。杨波到，周怀义到，田八照李平到，熊二强，周维勤到，我们准备下矿。好。啊，跟我走。来，咱们这小心点啊。后边跟上，后边跟上。
始了。孙军，赶紧发给蒋队，通知他赶紧出发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快！我是吴云。 曹，曹，出事儿了！曹，醒醒醒醒，出事儿了！我这谁呀？我，大爷，升降灌笼掉下去了，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灌笼掉下去了。咋掉下去？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。有人吗？有人，有15、16个呢。 那他妈救人呢！哎呀，你先冷静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那也得救人啊！冷静，冷静，听你大爷说了，你是法人代表，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，弄不好你要蹲大牢的。我已经通知瓦工了，往这儿赶，这儿有我俩的，你走你的，再不走，警察来你就走不了了。现在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 哎，等等，走小路，千万别走大路。快走啊！警察工作就在上面，快！小金，告诉空中中心，到现场了。头子，杨静，全队到现场啊！跟上。快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！警察同志，快跟这边！警察同志，快！这边，快！协助抢救伤员，小心人家，把负责人找出来。是。控制中心，呼叫120，迅速来现场，快！快，兄弟们！ 大
这几天忙的，一直没时间问你。那个房子退了吗？长大想学什么呀？学法律，当检察官。任俊呀，哎，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，当检察官啊啊！听听，咱不能学那个啊！你看你爸回到家了，还满脑门子官司呢。跟姑姑学，当记者。来，心事重重的，有事儿？哎，也没啥事儿，就是这两天有点懵，老想起刚进市院的时候，那时候吧，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。10几年过去了，这愿望终于实现了，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太紧张了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小姨，开饭了。好，来，请入座。来，上座。一坐在这长10岁。孩子呢？谁让您是家长呢？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儿吃个饭就行，你不用搞这些名头。那怎么行？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，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，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。这生活需要仪式感，懂不懂？是不是，检察长夫人？你少来。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。小姨，您发个言，咱们就让我发言，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？我今天是来蹭饭的。那个任俊，你说2句吧。大都西山的房子，你为什么不退啊？李仁俊，你啥意思啊你没完了是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咱又不是没给钱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，我又刚刚升职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？你才转正几天呀，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？子健，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嫂子。蓝书记，哥，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，谁买都是这个价格。你听见了没有？别人买也是一样的，凭什么不能是我？别人都能买，就咱们不能买，凭什么呀？任俊说的对，谁都可以买，你不能买。小姨，哎，咱吃饭嘛，这不是让你说2句，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？你又不懂，你别插嘴。什么我不懂啊？气氛都给你搞坏了。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嫂子不生气啊，嫂子。来，哥。怎么回事？这烦人。喂。来多少人？来了30人。矿井里面什么情况？现在是灌楼调查，里头有多少人？现在了解情况是15人。你们救护车来了多少？目前来了5辆，不够，再调。好的，继续。矿长呢？矿长现在正在帮着处理，去帮他跑。哎，绳索人顺着绳索能下去，绳索也下不去。怎么回事？这个矿，你已经疯了吗？偷着去。哎，王书记来了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现场在哪里？在上面。现场伤亡情况怎么样？报告书记，万川矿业第18号矿井的生姜矿容年久失修，刹车失灵导致坠落，现在15个人在底下，伤亡情况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。啊，明白。肇事已经修好了，矿容已经拉上来了。那矿井呢？有没有安全风险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除了生姜灌容，其他地方都安全。法定代表人呢？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，赶紧找到之后，好，马上控制起来。好的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。
疏散出快速救援通道。小心，小心！医院这边提前做好预案，保障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。严勇同志，展开救援的同时，立刻组织各部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，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和证据，要尽快确定事故的责任。是，刘毅同志，你负责伤员的救治和转移，好，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。王主任，哎呀，这是矿上的副总万红，你们的法定代表人呢？我不知道，领导，我救人的，下去看看。都在里面呢。别踩了，王红，不跑了。哎，刘主任，咋整啊？怎么回事？谁不踩的？咋整啊？你头这么大篓子，不能说了你。刘主任，我现在正位于发生事故的万川矿业大门外，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。5月16日晚7点30分左右，我市开发区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的生产事故。据了解，此公司的10名矿工在搭乘升降灌笼准备下井作业的过程中，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，失能导致坠落。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。事故发生后，应急、公安、医疗、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。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，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。涉事矿区属于万川矿业。据了解，发生事故前，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，其负责人擅自开采，组织工人违规作业。这死多少人呢？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。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细节。喂，陈头，矿上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喂，陈总。万超在偷采，早晚得出事。那谁干的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管好你自己。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，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，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。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，你为什么不签？你为什么不签？说，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签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杨正死了，我不相信，我就到医院去看他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对，许师跟我说了，说杨正证词有病，请赶慢赶过来问问情况。杨正还是死了，太错了。最近表现的不错呀，挺积极的。哎，兄弟，咱刑侦是不是缺人啊？你打个报告，让哥给你调过来，到时候咱一块儿干啊。跟你们说实话，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下去的，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襄阳，我怎么查呀？啊，我怎么查呀？
健，你看看这个啊，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。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。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，怎么办？明天一上班，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。说话呀！先你冷静点儿，不至于。我现在很冷静。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？他查出来之后，一定能查出王玉，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们天龙集团，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。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，光那吃，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？幼稚！你还是做律师的，真他娘的幼稚！老谢，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？这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？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，又不是他。所以啊，到底是谁要告万海？是王玉。如果出了问题，也是找他，查不到你，查不到我的。再说了，老谢，案子查到现在，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？嗯？行吧，行吧。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。陈总，程律师啊，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。案子研判，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。这些呢，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。哦，这卡上的钱我1分都没动。老谢，你这是干嘛？等我说完话。这是。咱们还都是朋友，好聚好散啊！以后呢，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！从今儿开始，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。老谢，哎，哪有说的理退回来？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程子健，你拿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，咱这么多年了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得拿着。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，我这有苦劳，我自己也得为老娘吧。你少提我老娘！我告诉你，不许你说。老谢，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，你得改啊。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啊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对不对？蹲着干啥呀？吃饭。到了，这儿，你看，智能密码锁。哎，怎么样？全屋智能啊！哎，客厅一会儿看啊，咱看竹啊，先看竹啊。我最喜欢这个落地窗，你看采光多好呀，一点都不挡。这房子呢，它确实太大太好了。再说了，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，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。没花钱，在东平，除了你们，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。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。啊，这要是咱周末下午。这个喝个下午茶，这阳光一照，多舒服呀！哎，你觉得哪还需要换？你跟我说说，我都记下来，一块儿给他换了。领导给个指示呗。
把这房子退了吧。啥？我说把这房子退了。为什么呀？也没为什么，你退了就行了。你让我退，你得给我个理由吧。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，凭什么我退呀？你觉得是捡漏？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，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？你想多了吧？这房子我不买，别人也会买。我问你啊，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？没有啊。要说有事儿，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，我这3年我那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，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为我想过没有啊？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，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，谁帮谁？这是两码事儿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。我被谁利用啊？陈胜龙吗？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？柳月，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，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，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，你明白吗？我怎么我都职务犯罪了？我这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？我又不是没给钱。李姐，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？你是来审我的吧？这儿是家，是房子，不是你的工作席。你为啥一直不跟我说呀？你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？之前不愿意，现在揭开了。知道吗？我这全身上下感觉全松开了，还想明白了好多的事儿。咱俩的伤疤不一样，你解开了，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我呢？我爸能活吗？你到底想跟我说啥？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。还有就是，想在心里跟你道个别。啥意思？你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想跟你说句话，憋在我心里很久了。我是个怂人啊，怂到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那种。你知道吗？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从来没见过你笑，一次都没有。现在我理解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叔叔阿姨在天有灵，他们也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。开开心心的，是不是？娟儿，我也希望你开开心心。
走了。李仁俊，咱民主一点，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？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他万一就是了呢？这后果责任你负吗？啊，你能承担得起吗？你给我讲后果。哎，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？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。哎，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，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？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？还有，蓝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3个人，为什么？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？枪案必破，从快从重，明白吗？现代司法最讲究的证据，证据哪有啊？怎么没有？什么证据？谁说没有？这没有必要。整个楼道都成了你们在这吵吵，不像话！这是检察院，又不是菜市场。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，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们呐，心里头有点数，啊，大局为重。哎，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投票，好吧？洪亮，领导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，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，我非常自责呀。前2天这跟您说话太唐突了，实在是口出不逊，放飞。说正事儿。有个朋友，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。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，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，就是孙向群专委。所以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。他就说呢，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，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？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？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，现在收尾当中，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，咨询一下。写论文了，办错了案子，终身追责呀？规定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啊，但是他呢，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10几年前。10几年前没这规定，按说不适用。但是现实中很难说，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。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，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？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，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。当然了，还得看错的特征，也分错的性质、动因、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。
需要参考的因素也是很多的。洪亮，在。告诉你那个朋友，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，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。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，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，该汇报的就要汇报，该推翻的就要推翻。司法的公平正义，永远是第一位。记住了，洪亮，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，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。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的如何？非常充实，收获颇丰。行，挂了吧。领导再见。这是你要的节奏，给你慢慢来。从犯王大有，判处有期徒刑17年，服刑期间确诊肝癌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。哎呀，你们俩一来呀，感觉这人气儿也旺了，这不一样。那我们常来，老师。来来来，谢谢老师。这抹酱抹多了给你。哎呀，他就爱吃酱。是老师。老师，够了，就仨人够吃了。年轻轻的，多吃点儿。说起来啊，这烤肉啊，我和小龙这还有段故事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？忘不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。虽然我这个洗煤厂刚刚接手，规模不大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给你的价格一定是咱们东平最。您这当老师的怎么出来干这个呢？哎呀，吓孩子。有魄力！你们不是吃完了吗？你这没吃完呀？不是你们你小偷！你这里边的，我没偷吃，偷吃我东西，你不是小偷吗？你个骚蛋！我给你的吧！你把肉吐了，我把钱给我吧！我给钱，我给钱，来，我给钱，我给钱！干嘛呢？我他老师。就这些了，多包涵啊！上个学期开学我就没见到你，你怎么不上学了呢？我爸死了，我妈跟人跑了。你呢？你现在干嘛呢？不，你住哪儿啊？你慢点吃，你别噎着，没人跟你抢。给我喝点。喝什么？喝酒。苦日子都过了，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。老师，我呢要是没遇见你，我就是一小偷。哎妈呀，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小偷呢？干啥呢你啊？那个，想说归你，我不抢啊。哎，大哥，你给老师跪下那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给老师跪下咋的了？我这命都是老师给的。哎呀，可别那么说，幸亏有你们两个陪着，要不然呢，我也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呢，还烤肉，烤啥也没人吃。说起来，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，吃的苦也是最多了，尤其还替我蹲了1年牢。嗨，老师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老师欠你的。说啥呢，老师？谁欠谁呀？吃上啊！这味儿香得很呢。谁呀？
没给我留点儿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怎么了？不认识了？我江远。熊磊，你现在是叫熊磊吧？我提个个人意见，你这个名啊真一般，还是王大有好听。老宇，这肉不错吧？挺好。哎呦，我精挑细选的，专门为二位庆功的。这3年辛苦你们了啊！既然咱们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启新频道？你的，谢谢。